你们也太悠闲了吧！明明事态这么紧急，怎么回事？确实，他们走起路来嘣嘣嘣的响，看上去脾气也坏坏的，所以叫崩坏兽再合适不过了。不愧是你，阿青。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起的名字，是浮华姐。重点在这边吗？果然，崩坏兽又在城区里出现了。速战速决吧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快后退，别靠近他！是浮华姐。别紧张，小光，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照顾好市民们。看来暂时没有新的威胁了。谢谢你，浮华姐。本来程姐说，因为要疏散的人数不多，分头行动效率比较高。毕竟大部分居民听到我们的钟声之后，自己就会躲回家里。我巡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，然后突然想到，可能也有人会被困在城市边缘，就来检查一下。你的判断很敏锐。不，浮华姐，我只是正好猜对了而已，也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。如果我能像红那样勇敢敏捷，或者蓝那样聪明机灵，或许就不会身处险境了。但你也有自己的智慧。在我赶到之前，你尝试着用相机的闪光灯逼退崩坏兽，对吧？那是急中生智，同样也是一种才能。就是，你的表现已经很棒了。当然，姐姐也是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把怪兽全打败了，超级帅气啊！小程，你那边也还顺利吧？我遇到了绿，他说城区里的秩序已经趋于稳定。绿可是我们中作风最严谨的维塔呢，他只要说了什么，那一定就有把握，所以我就先回来找你们啦。不过，其他的维塔，他们的战斗能力和你们相比如何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问？以前城里都很和平，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怪兽出现。所以，就算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我们指挥大家团结起来，肯定就能克服。另外，虽然应该不属于战斗能力，但我们的确还有圣物，对吧，小光？是这样。圣物是 V 他们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某种后手吗？如果按之前了解到的情况，也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规则。可是，程姐，刚才已经出现了第二种新的怪兽，照这样下去，它们的种类会不会越变越多啊？你看，我拍了照片。真的哎，怪兽的类型变多了，这可是个大发现，不愧是小光呀。这没什么啦，程姐。身为管理者，他们对于崩坏的了解，还真是少得可怕。啊！
小橙，这是……好啦，姐姐，你也不用苦恼。虽然我们没有对付那些怪兽的经验，但毕竟这座城里还有另外6个我呀。大家一起参加集会，讨论方案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姐姐，你和怪兽战斗也很辛苦，就不要再一个人去考虑问题嘛。接下来应该让 V 他们也各尽职责才对。橙姐说的没错。也对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是要召开这种集会吗？在广场那边哦。虽然绿强调说他不希望外人参加，但是我想，姐姐你也已经不算外人了，对吧？哦，我是不是忘了说明？绿就是绿色的我，绿行的 Vita 哦。虽然有时候会比较死板，但其实是个认真负责任的好孩子。所以姐姐也不用太顾忌他说过什么。到了广场，我会帮你说话。毕竟姐姐帮了我们那么多忙，我也觉得你不是坏人。如果其他 Vita 有意见，我也会帮忙。不过我不是橙姐，恐怕说服不了任何人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好意了。准备出发吧，我也想见见其他的管理者们。说起来，我记得你们一共有7个 Vita， 对吗？红，我，小黄，绿，小光，蓝，还有小紫。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都很重要哦。我做的都是些杂活啦，跟橙姐他们不能比。啊，是红。橙姐、阿青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你们后面的那位是……不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慢？还有其他的维塔呢？别着急啊，红，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而且绿应该也来过了，对吧？我刚刚就见过他了。你说小绿？他倒确实来过，但是马上又走掉了。我记得他说自己看见了小紫，要去把他拉过来。所以这样不是已经有5个人了吗？等他们2个回来，说不定小黄和蓝也就都到了呢。你们也太悠闲了吧！明明事态这么紧急，怎么回事啊？小绿也是，还说什么人不到齐，按规定就不能开会。要是他留在这里，我们几个先商量商量也好呀。守规矩就是绿的优点嘛。上次的停电大危机，还有之前的儿童集体走失事件，不都是他组织我们一起解决的吗？虽然你说的没错，但还是急死我了。这么说来，是你敲响了钟声吗，红？是啊。因为城里突然出现了崩坏兽吗？崩坏兽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一种专门搞破坏的怪兽，因为崩坏能……我知道了，是你们给那些紫紫的之前没见过的动物起的临时名字吧？确实，他们走起路来蹦蹦蹦的响，看上去脾气也坏坏的，所以叫崩坏兽再合适不过了。不愧是你，阿青。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起的名字，是浮华姐。重点在这边吗？所以，阿红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敲钟呢？似乎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崩坏兽，因为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肯定有大事要发生了。从早上开始，先是紧张的居民们，然后是弄丢了东西的小动物，再然后是迷了路的崩坏兽，到处都吵吵嚷嚷的，怎么看都是大事发生的前兆。所以我就赶紧先……果然，你又没有确认好条件就敲钟了，红。
我之前跟你强调过的规则，你还背得出来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是什么来着？1. 确认已观测到正在发展的事态。2. 评估事态具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。3. 能够在集会过程中正确描述事态的进程。满足全部条件才可以敲响集会钟声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呀，每次都不加思考就动手了。好啦，绿，也别对他太严格了。红发起的集会，每次到最后不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吗？比如给流浪动物安家那次，就是他的功劳呢。还是说，你希望我们现在取消集会吗？那也不行。按照规定，钟声已经被敲响了，我们就必须完成集会，这也是为了保障城市的安全。那么，接下来只要等小黄和蓝也到齐就行了。关于这件事，其实他们两个好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也和崩坏兽一样迷路了吗？还是我来解释吧。城内的秩序恢复正常后，我马上赶到这里，结果却发现，在规定的集合时间内，居然只有我和红暗时到了。对不起，我被崩坏兽发现了，程姐是去找我。阿成向我报备过了，这件事不要紧。至于子这家伙，想来肯定是又给什么人帮忙去了。因为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需要帮忙的地方嘛。我本来也是在往广场走的，结果先是看见拉娜的狗狗躲在箱子里不敢回家，然后是哈布家的院门被怪兽撞倒了，巴恩没来得及收回晒在门口的竹筐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拜托我帮忙找阿黄他们的绿姐。谁让小紫是我们中最有求必应的维塔呢？总之，我找到了紫，然后让他和我一起把剩下的2个维塔喊回来。可是我们找遍了城区，也没看见他们2个的影子。直到现在，他们2个也没过来集合。会不会是吃坏了肚子，或者迷了路？蓝是我们中最聪明的维塔，不应该会迷路呀。如果仅仅是迷路，我们不可能这时候还找不到他们。而且，皇内孩子从不说谎，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会故意躲着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按照绿姐的规定，7个维塔不到齐就不可以开始集会，对吧？你说的不对，请。抱歉，果然是我记错了吧。首先，这不是我的规定，而是这座城市的规定。其次，规定的内容应该是，只有能够到场的所有维塔到齐，才能开始集会。或许此时此刻，这座城市就处在最需要我们的紧急事态之中。看来，作为 V 他们的领导者，他也并非不近人情，甚至可以说，很知变通。你就是浮华，对吗？我从阿成那里听说过你了。我是绿行的维塔，他是调邪的维塔。非常感谢你帮我们击退了怪兽。感谢你。接下来的维塔集会，原则上只有维塔们可以参加。但是，现在维塔们没有到齐，刚好出现了空缺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既然有空缺的位置存在，寻找替补也在情理之中，并不能算作违规。再加上我们也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。绿的意思是希望姐姐能加入我们的讨论，对吧？
阿成，你不要学黄说话。严格来说，我的确希望浮华能够作为 V 他们的特殊顾问，临时参与一次集会。不过，那个，浮华，你同意吗？当然，希望我能帮上你们的忙。那就好。其他人也同意吧？我们当然欢迎姐姐啦，对吧，小光？对啊。我也同意。刚才我就觉得这个姐姐是个好人。随便怎样都可以啦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所以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有2个，其一是被浮华称为崩坏兽的这种怪物，我们接下来就都用这个方式称呼他们吧。尽管目前为止现身的数量不多，并且都被浮华击倒了，但他们随时可能继续出现。而根据青的观察以及浮华的补充，他们的种类还在不断增多，变得越来越强。我只是拍了点照片，主要还是靠浮华姐。总之，目前只有浮华拥有和他们战斗的手段。毕竟城市里平时很和平，我们只储备了一些用来维护治安的普通武器。虽然把那些武器一口气全丢出去也没关系，确实感觉伤不到怪兽呢。以上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称之为崩坏兽危机。第二个问题则是黄和蓝本相的维塔与先觉的维塔现在下落不明。这一点已经由我和子确认过了，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2个为什么没有来参加集会，又去了哪里。除了这2点，还有其他疑问吗？当然有。小绿，你为什么无视了我的情报？小动物们发生骚动，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崩坏兽的出现。即使有其他原因，现在也不必优先讨论这件事。大家说呢？虽然总觉得小动物们的情绪也很重要，但我们还是应该先处理崩坏兽，找到失踪的2位维塔吧。是啊，我们身为城市的管理者，必须处理好轻重缓急。只要城市重新恢复和平，小动物们的心情自然也会重新变好吧。程姐说的也有道理。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一切立刻恢复正常就好了。我说，咱们是不是到了该使用圣物的时候了？红，你的意思是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程姐和阿青不是都说我们没办法对抗那些大怪兽吗？小绿和小紫你们2个不也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黄兰他们吗？既然大家都束手无策了，那就是使用圣物的时机了吧？打扰一下，之前我也有所耳闻，你们提到的这个圣物指的是什么呢？听上去它可以用来对抗崩坏兽，也可以用来找人，似乎不只是普通的武器。是不是武器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因为所有的 V 塔都从来没有见过圣物的样子。还是让我来解释吧。圣物是城市代理人所能启动的权限之一。为了维护弗洛斯的秩序与安全，我们一共有3个等级的应急措施。第1级是 V 他们的巡逻和协调，用来处理居民日常遇到的麻烦。第2级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V 塔集会，用来处理单个 V 塔难以决策的重要事件。第3级
便是圣物。据说只要启动了圣物，就能咻咻的把所有麻烦都解决掉。按照城市代理人的规定，当城市面临无法挽回的重大危机时，经过7个 Vita 的一致同意，可以在广场上，也就是这里，启动圣物。它拥有让城市恢复秩序与和平的力量。虽然我也没有亲眼见过，因为一直以来 Vita 们都非常努力，从来没有让城市陷入过重大的危机。可是这次不一样啊，以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连小绿和蓝也处理不了的麻烦，对吧？蓝只是还没有现身，崩坏兽也被浮华压制住了，事情根本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但是那个词是怎么说来着？防范什么狼的？防患于未然。啊，对，防患于未然。我们不能真的等到事情变得无法挽回吧？只要试一试圣物，大家应该就不用继续躲在房子里，黄和蓝说不定也能立刻回来。红，你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正因为黄和蓝不在场，我们才没办法启动圣物，不是吗？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无法集齐7个 Vita 的权限，除非……总之，这和召开 Vita 集会完全不同。权限？浮华姐，你还记得我们带你进博物馆的时候吗？当时程姐用的那个就是权限。他指的是打开博物馆暗门的。浮华姐注意到了，其实每个 Vita 都有一把一样的钥匙，用绿姐的说法就是权限，只要用它就能自由解锁城内的各种入口。但圣物是唯一的例外，它需要7个 Vita 同时提供7个权限，也就是7把钥匙才能启动。圣物是最终手段，而现在我们还远没有到要使用最终手段的那一步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帮手，对吧？阿成说的没错，即使不论帮手，我们 Vita 也还有很多能做的事情。要是凡事都直接交给圣物解决，那城市代理人又是干什么的呢？可你要就这样向怪兽认输吗？这可不像我们的红呀。认输？才没有！不就是怪兽危机吗？我可是速度最快、身手最好的 Vita， 怎么可能第一个认输？你们说吧，先从哪里开始？是要我和浮华一起打怪兽，还是挖地3尺找黄鹤兰？浮华，你的意见如何？我觉得，在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，大家不妨先追溯一下异变发生的原因。崩坏兽由失控的崩坏能而生，但我在城区里并没有观察到崩坏能污染。另外，这里的崩坏兽是断断续续、一小批一小批的出现，而且大多出现在城市边缘。以我的经验判断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，多半存在着一个被崩坏能支配的区域，那里才是这些崩坏兽的大本营。只要能找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有机会对现状做出进一步的判断。所以，关于这样的地点，你们有什么头绪吗？我知道了，那不就是禁地吗？禁地？就是 Vita 们不能进去的地方。我们的确是城市代理人，但禁地不属于城市的一部分。城外并不是我们的辖区，大家也不会随便擅离职守。当然，如果有特殊需求，比如帮小动物找活动身体的场所，或者带老人们去郊游，我们也会短暂的前往城外。不过，禁地要更特殊一些，它位于被我们称为赫斯珀的边缘地带，是一块废墟。人迹罕至的地方吗？听上去很可疑啊。所以，你们为什么不能进入禁地搜查呢？
是因为那里需要的权限不一样吗？不，这与权限无关。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门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能进入禁地。这座城市对代理人的规定就是如此。这还真是个盲点。既然禁地里没有维塔坐镇，那自然就会被怪兽们盯上了。而且它又是小绿你们不可能去搜索的地方，这不是都连上了吗？对了，该不会黄鹤兰也在那里吧？难怪会找不到他们。一切都解释得通了，只要到禁地去看一看就好了。不愧是我。可是，如果黄鹤兰在那里，而崩坏兽也在那里，哎呀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糟了糟了，我们还是尽快去禁地一趟吧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红，我先去禁地周围调查一圈，你们快点跟上来啊！我去追上他吧。不用太担心，城市代理人无法进入禁地，这一点早就被验证过了。话虽如此，假设崩坏兽们在禁地周围拥有巢穴，那么黄鹤兰确实有可能误入其中。城里倒是有很多坚固的大房子，只要留2个维塔维持秩序，短时间内应该不怕崩坏兽的进攻。那么，这边就交给子和我吧。阿成、青，就麻烦你们和浮华一起行动。我看你们和他也比较熟悉。没问题。绿野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了呀。那么，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姐姐。走吧。城外的区域以及禁地，希望我能帮上 V 他们的忙。而如果有机会，也要弄清楚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我又为何会身在此处。